说到猎奇恐怖类的番，我拿走尸体派对还有寒蝉鸣泣之时，齐刷刷的在我脑子里蹦野迪。我拿走看了2-3遍，每次都吓得后背发凉，堪称动漫界的死神来了。尸体派对呢，我只瞄了一眼画面，那场面直接就给我送走了。到现在我还记着肠子肚子满天飞的场景，寒蝉鸣泣之时就更不用说了。初见则反复团灭，那简直是童年阴影啊，兄弟们！最近我又被人推荐了一部恐怖番《海猫鸣泣之时》，我自己也是不敢看了，所以今天我九九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让大家陪着我一起看，我看多少讲多少，之后我们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一起分享观后感，我称之为恐怖平摊，伤害减半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，当时的右代公家已经是出了名的名门望族，家主金藏更是身家百亿，常年居住在六轩岛上。他有2个儿子和2个女儿，每年的10月4号和5号，这4个孩子会带着自己的家眷回到六轩岛进行1年1度的亲族会议。这个会议主要是互相交流一下近1年的事业发展，只不过近几年金藏老爷子呀经常以身体抱恙为理由不见他们，时间久了，大家开始暗戳戳的讨论财产分割的问题，那真是父慈子孝的典范呀。如往年一样，今年大家也齐刷刷的来到了岛上，表面上是风平浪静，背地里已经是风起云涌。下面咱们先捋一下人物关系。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就是右代公家的家主金藏，在明治大正时期，右代公家拥有好几个纺织厂，富甲一方。但是一场关东大地震让右代公家失去了很多亲人和财力，后来复兴家族的任务落到了金藏的身上，老头也是争气，用剩下的家产仅仅用了20年，便让右代公家实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。金藏对人对事十分严格，脾气也不太好，对此你更是没啥好脸色了。他近几年又沉迷研究黑魔法，很少见人，是一位立志成为黑魔仙的男人。这个金发的妹子叫朱志香，是金藏长子家的孩子，性格更像是男孩，目前处于叛逆期，所以经常和家里人对着干。这个男人就是他的父亲，也就是金藏的长子藏鸠。在金藏专心研究黑魔法的期间，负责代为掌管家族事业，他和弟弟妹妹之间的关系十分恶劣。这个漂亮女人就是朱志香的母亲夏妃，是位优秀的母亲，辅佐丈夫教导女儿，对人对事十分有责任。但是因为身上没有右代公家的血统，经常被金藏的女儿嘲笑。这个看起来雅萨西的男孩子叫做让治，是金藏大女儿的孩子。这2位就是让治的父母秀吉和惠宇。从姓氏上不难看出啊，让治他爸是个倒插门。金藏的大女儿惠宇好胜心极强，平时就爱和他大哥作对，也经常挖苦嫂子夏妃。她的老公秀吉为人圆滑和善，很会照顾其他人情绪，经常充当和事佬。这个略带中二的小红毛叫做战人，是金藏次子的儿子。这俩人是战人的父母小夫和兀江。这发色我刚开始也怀疑是不是报错了，后来百度了一下才知道，兀江是继母。战人的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后便离开了人世。小夫这个人风流成性，兀江曾经是他的情妇，精通国际象棋，并且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，算是小有成就。在战人母亲死后，兀江便转了正，不过他和战人的关系还不错。这个看起来卡哇伊的小女孩叫真理亚，目前只有9岁，唉，和我一个年纪。真理亚的性格单纯幼稚，并且十分爱哭，他妈妈没少因为这个凶他。他平时还喜欢研究一些魔法的东西，看来这个爱好是隔辈传。这个女人就是真理亚的妈妈楼座，是金藏的小女儿，在家里一直没什么发言权。至于小真理的父亲，目前还不清楚是谁。以上是右代公的家里人，除此之外，岛上还有5个佣人和1个医生，这些人加起来一共18个人。介绍完了，故事马上上演。这些人啊，齐刷刷的来到了岛上，刚下船就发现了对面岩石上的4被打雷劈散了。第一个发现的是小真理亚，大家也没在意，继续往家里走。此时天气已经不太好了，别墅前面有一片蔷薇花，美丽的蔷薇花娇艳欲滴，只有1朵花已经泛黄，看起来马上就要枯萎了。真理亚很是心疼，让智用糖纸绑在蔷薇上，然后对他说，离开这之前，这朵花由你来看护。本来是一句哄小孩的话，但是真理亚却格外的认真。之后大人们去了会议室，几个小孩开始找寻自己的房间，中途遇见了一个叫沙音的女仆，这发育就很 nice。这群小孩来到了大厅，被一幅画吸引了。画上的女人穿着华丽的黑色礼服，金色的头发上戴着红色的花朵，端庄优雅的坐着。沙印说这是金藏前年4月份找人画的，旁边还有碑文，碑文上写着关于右代公家的黄金传说。传说金藏曾经遇到过一位金发魔女，
名字叫贝亚特利切，然后签订了契约，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来获取财富和名誉，最后从魔女那里得到了10吨黄金，这和日元差不多有200亿，大家都是当个故事听。看来这个小珍妮亚不简单呀。朱志香提议去海边野餐，野餐的时候小珍妮亚还给大家分发了护身符，她说有了这个魔女就不会找他们麻烦。另一边大儿子藏鸠却叫父亲出来主持会议，结果被父亲大骂一顿，只能悻悻离开。家族会议老头不在，大家开始自由讨论，惠宇和小夫联合起来怼大哥，顺便还嘲讽着夏妃，基本就是围绕着他挪用老头的财产去搞一些高档休闲产业，结果一直没有收益。后来他们又提出同意由大哥分配财产，但是有几点要求，首先要他承认找到了老头所藏的黄金，然后把这个黄金拿出来一起分。大哥也不是吃素的，兄弟几个的丑事他也都拿出来说了一遍，然后说自己并没有黄金，并且呼吁大家一起去找。这次谈话也没有实质上的改变，大家也不欢而散。没过一会儿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珍妮亚想起了那株蔷薇，大家陪她一起找，却怎么也找不着。罗佐看了也过来帮忙，珍妮亚挨了一巴掌后哭的是更凶了。罗佐最后直接不管她，自己回了房间，其他人也没有理她，只有珍妮亚一个人留在了花园。没一会儿，天空下起了雨，晚饭时间到了，这时大家才发现珍妮亚不在，找到她时发现她手里多了一把伞，她说是魔女贝亚特利切送给她的。晚饭开始，楼座问是谁把伞借给了珍妮亚，大家都说没有，珍妮亚还强调就是魔女给她的。吃饭的时候，她还从包里拿出了一封信，上面有右代公家的标志。据珍妮亚所言，这封信也是魔女给她的。信的内容大致是：我魔女贝亚特利切曾经和金藏签订过契约，现在老头宣布契约结束，但是他答应我在契约结束后返还曾经恩赐他的黄金，作为利息，我还要右代公家的一切。但是大家不要慌，你们还有机会。契约有一条特殊的条例，一旦有人找到被隐藏的契约之黄金，我将放弃所有的权益。对了，象征着继承人的家主戒指也已经在我手上了，黄金的所在地都记录在了肖像画的碑文上。各位刚巴呆，几个大人听了这话，赶忙去找老头问个清楚，老头也没有理他们。晚饭过后，让智找到了沙因，准备对他进行求婚。这俩人已经私下交往了好几年。さよ、これはお願いじゃない、命令だよ。好了，我现在命令大家立刻马上给我点赞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家里就发生了大事儿，仓库里出现了很多尸体，分别是藏鸠、小夫、雾江、楼座和2个佣人，其中一个佣人就是沙因，他的手上还戴着让智送他的戒指。这6个人的死真的是魔女所为吗？还是另有其人？6代公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想继续看呢，可以点赞支持一下呀。我个人觉得吧，要真是魔女干的，这番也不至于26集这么长呀。这群人肯定还有其他别的问题，这东西啊有待考证。喜欢九九的可以点关注，爱你们，